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。你好。今天早上你吃早餐了吗？吃了啊，煎蛋配吐司。你呢？我其实没吃，又起晚了，匆匆忙忙就出门了。哎呀，这可不行啊！我有个同事之前也是这样，总是不吃早餐，后来胃出了问题。是吗？其实我知道早餐重要，但就是时间总是不够用。我理解。不过你知道吗？早餐真的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，就像汽车需要汽油才能启动一样。这个比喻挺形象的。对，你想想，我们睡了一整夜，身体里的能量基本上都消耗完了。如果不吃早餐，就像让汽车控着油箱上路。那会怎么样？最直接的就是没精神啊，头晕乏力，注意力不集中。我以前有段时间也不爱吃早餐，上午开会的时候总是昏昏沉沉的。我确实有这种感觉，特别是上午10点多的时候，总觉得脑子转不动。就是这样，大脑主要靠葡萄糖供能，不吃早餐的话，血糖水平就会很低。原来如此。那除了精神状态，还有别的影响吗？当然有，最明显的就是对新陈代谢的影响。长期不吃早餐，身体会以为你在挨饿。挨饿？对，身体会进入一种节能模式，降低新陈代谢率，这样一来反而更容易发胖。这个我还真没想到。很多人不是觉得不吃早餐能减肥吗？这是个误区。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想的，结果越来越胖。因为不吃早餐，到了中午特别饿，就会暴饮暴食。哦，这样啊。而且规律吃早餐的人，肝脏酶活性会更好，脂肪代谢也更有效率。听起来早餐对身体的影响还挺大的。特别是血糖方面，你知道吗？适当的早餐可以让血糖平稳上升，然后维持比较长的时间。这个怎么理解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吃了营养搭配合理的早餐，血糖不会忽高忽低，而是比较稳定，这样到了午餐时间，你不会特别饿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这点尤其重要。我听一位医生朋友说，很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不好，就是因为不规律吃早餐。那如果长期不吃早餐，会有什么后果？身体的胰岛素反应会变慢，等到午餐、晚餐的时候，血糖就容易飙升。听着就挺可怕的。长期这样下去，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很多。除了血糖，还有别的吗？消化系统也会受影响。早上适量进食可以刺激消化液分泌，让肠胃开始工作。就像给肠胃做个热身运动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如果你吃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，比如燕麦、全麦面包，还能促进肠道蠕动，这样可以预防便秘。没错，我有个同事以前总是便秘，后来开始规律吃早餐，特别是吃燕麦粥，情况改善了很多。那不吃早餐对胃有什么影响？胃酸会直接刺激胃黏膜。你想想，胃里空空的，但胃酸还在分泌，这样会伤胃。对，长期下去容易得胃炎，甚至胃溃疡。还有吗？胆汁也会在胆囊里淤积，增加胆结石的风险。哇，这些我都不知道，看来不吃早餐的危害还真不小。不过好处也很明显，比如说吃早餐对大脑功能的提升。这个你刚才提到过，是因为葡萄糖的关系。对，血液中葡萄糖浓度提高了，大脑工作效率就会更好，记忆力、注意力、工作效率都会有明显改善。我想起来，我上学的时候，如果早上没吃饭，上课就特别容易走神。就是这个道理。我最近看了一份研究报告，说吃早餐的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明显更好。那对情绪有影响吗？当然有，营养丰富的早餐可以提高血清素水平，让人心情更好。血清素是什么？就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的神经递质。吃早餐的人通常心情更稳定，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也比较低。原来如此。那怎样才算是健康的早餐呢？
这个问题问得好，首先是时间，最好在起床后1小时内吃。为什么是1小时内？太早的话会影响消化功能，太晚的话又起不到应有的作用。那吃多少合适？一般来说，早餐的热量应该占全天总热量的25%到30%。这个比例还挺高的。对，很多人都低估了早餐的重要性，在食物选择上要注意营养均衡。具体怎么搭配？理想的早餐应该包含几个部分：优质蛋白质、健康脂肪、复合碳水化合物，还有维生素和矿物质。听起来挺复杂的。其实不复杂，比如说鸡蛋就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，全麦面包提供碳水化合物，再加点牛油果或坚果补充健康脂肪。牛油果我不太喜欢吃。那可以用坚果代替，或者在煎蛋里加点橄榄油。这样听起来可行。还可以加些蔬菜，比如菠菜、番茄、蘑菇，既增加了维生素，又增加了纤维。我平时比较喜欢喝粥。粥也不错，但最好选择杂粮粥，营养更丰富。白粥的话，升糖指数比较高。升糖指数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食物让血糖上升的速度，升糖指数高的食物会让血糖快速上升，然后又快速下降。这样不好。对，会让你很快又饿了，所以最好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，比如燕麦、全麦制品。那水果呢？早餐可以吃水果吗？当然可以，水果提供维生素和纤维，但最好不要只吃水果当早餐。为什么？因为水果主要是糖分，缺乏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只吃水果的话很快就会饿。那可以怎么搭配？可以做个水果沙拉，加点坚果或者酸奶，或者把水果加到燕麦粥里。酸奶不错，我挺喜欢的。酸奶是很好的选择，特别是希腊酸奶，蛋白质含量更高。那有什么早餐是应该避免的吗？有的，比如说那些高糖高油的加工食品。具体指什么？甜甜圈、蛋糕、油条这些，虽然味道不错，但营养价值不高，而且容易让血糖波动。我有时候会买路边摊的煎饼果子。偶尔吃吃没关系，但不建议经常吃。路边摊的食品安全和营养搭配都不太理想。那方便面呢？方便面就更不推荐了，钠含量太高，而且缺乏必需的营养素。看来我的早餐习惯需要改改了。还有一些习惯也要注意，比如说不要吃得太快。为什么？吃得太快不利于消化吸收，而且容易吃过量。大脑需要时间来接收饱腹信号。那应该多长时间吃完？最好花15到20分钟慢慢吃，这样既有利于消化，也能更好地享受食物。有时候真的很赶时间。我理解，但你可以提前准备啊，比如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燕麦，早上加点水果和坚果就可以了。这个主意不错。或者煮几个鸡蛋放在冰箱里，早上拿一个配个全麦面包，也很快。这样确实能节省时间。还有个建议，不要用剩饭剩菜当早餐。为什么？我有时候会把昨天的饭菜热一下。剩饭剩菜营养流失比较严重，而且可能有细菌滋生的风险。那如果是自己做的放冰箱里保存的呢？偶尔这样也可以，但不要经常。新鲜的食物营养价值更高。明白了。那喝什么比较好？水是最好的选择，也可以喝牛奶、豆浆或者新鲜果汁。咖啡呢？我每天早上都要喝咖啡。咖啡可以喝，但不要空腹喝，而且不要加太多糖。为什么不能空腹喝？空腹喝咖啡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对胃不好，最好先吃点东西再喝。那茶呢？茶也一样，不要空腹喝浓茶，淡茶还可以。我发现很多人早上喝粥配咸菜，这个搭配营养不够均衡，咸菜钠含量太高，而且缺乏蛋白质。那可以怎么改进？可以在粥里加个鸡蛋，或者配点豆腐，瘦肉咸菜可以换成新鲜蔬菜。
听起来健康多了。对，关键是要有营养搭配的意识。那对于不同年龄的人，早餐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？有的，比如说儿童和青少年正在长身体，需要更多的蛋白质和钙。所以牛奶很重要。对，牛奶、酸奶、奶酪都是很好的钙来源。那老年人呢？老年人消化功能可能不太好，可以选择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，比如粥、蒸蛋。还要注意什么？老年人还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，可以适当吃些鱼类、蛋类。那上班族呢？上班族时间紧张，可以选择一些方便快捷但营养丰富的食物，比如说燕麦片、全麦面包、香蕉、坚果，这些都很方便携带。可以在路上吃。最好还是坐下来慢慢吃，如果真的很赶，可以选择一些不需要咀嚼太多的食物。那运动员或者经常锻炼的人呢？他们需要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来提供能量，蛋白质需求也比较高，所以可以吃得更丰富一些。对，可以增加燕麦、香蕉、鸡蛋的分量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有人胃不好，早餐应该怎么选择？胃不好的人要选择温和、易消化的食物，比如说小米粥、蒸蛋、面条都不错，避免太酸、太辣、太油腻的食物。那糖尿病患者呢？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。具体有哪些？燕麦、全麦、面包、蔬菜、瘦肉、鸡蛋都可以。水果要适量，最好选择苹果、梨，这些糖分不太高的。那高血压患者呢？要控制钠的摄入，少吃咸菜、腌制食品。可以吃什么？新鲜蔬菜、水果、低脂奶制品、瘦肉都可以。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喜欢喝果汁当早餐。果汁不太推荐，虽然含有维生素，但缺乏纤维，而且糖分比较高。那鲜榨果汁呢？鲜榨果汁比包装果汁好一些，但还是不如直接吃水果。为什么？因为榨汁的过程会破坏纤维，而且很容易摄入过量的糖分。一杯橙汁可能需要3-4个橙子。这样想想，确实是。如果真的想喝果汁，可以加些蔬菜一起榨，比如胡萝卜、芹菜。那豆浆呢？豆浆是很好的选择，蛋白质丰富，而且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。乳糖不耐受是什么？就是喝牛奶会肚子不舒服、拉肚子，这种人可以选择豆浆或者酸奶。原来如此。不过豆浆最好选择无糖的，或者自己做。自己做会不会很麻烦？现在有豆浆机，还挺方便的，而且自己做的更卫生，没有添加剂。那燕麦呢？我听说燕麦很健康。燕麦确实很好，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以降低胆固醇。怎么吃比较好？可以用牛奶或豆浆煮燕麦粥，加点水果和坚果。即食燕麦片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最好选择原味的，不要选择那些加了很多糖的。我有时候会在燕麦里加蜂蜜。蜂蜜可以，但要适量，或者用水果来增加甜味儿，比如香蕉、苹果。那全麦面包呢？全麦面包也很好，纤维含量高，饱腹感强。怎么选择真正的全麦面包？看配料表。第一位应该是全麦粉，颜色深不一定是全麦，有些是加了焦糖色素。原来还有这个讲究。对，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全麦面包其实不是真正的全麦。那鸡蛋怎么吃比较好？鸡蛋的做法很多，煮蛋、蒸蛋、煎蛋都可以。哪种最健康？煮蛋和蒸蛋比较健康，用油少。煎蛋的话，最好用橄榄油，少放油。一天吃几个鸡蛋合适？一般人一天1到2个就够了。如果有高胆固醇的问题，可以只吃蛋白。那坚果呢？坚果是很好的健康脂肪来源，但热量比较高，要适量。一天吃多少合适？大概1小把，20到30克左右。
哪些坚果比较好？核桃、杏仁、腰果都不错，最好选择原味的，不要选择那些加了盐和糖的。我发现我们聊了这么多，早餐确实很重要啊。是的，早餐不仅仅是填饱肚子，更是为一天的健康打基础。那对于那些总是来不及吃早餐的人，有什么建议吗？可以前一天晚上做准备，比如准备好燕麦、水果、坚果，早上只需要加热或混合一下。还有别的方法吗？可以早起15分钟，或者晚上早睡一点，调整作息时间，为早餐留出时间。有时候真的是习惯问题。对，习惯很重要，刚开始可能觉得麻烦，但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。那如果出差或旅行，怎么保证早餐质量？可以选择酒店的自助早餐，尽量选择健康的食物，或者自己带一些方便的食品，比如说燕麦片、坚果、水果干，这些都比较方便携带。那在外面吃早餐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尽量选择卫生条件好的地方，避免路边摊。还有吗？注意营养搭配，不要只吃单一的食物，比如只吃包子，可以再加个鸡蛋或豆浆。我想问一下，早餐和减肥有什么关系？很多人以为不吃早餐能减肥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不吃早餐会让新陈代谢变慢，而且容易在其他时间暴饮暴食。那想减肥的人早餐应该怎么吃？可以适当减少分量，但要保证营养均衡，多吃蛋白质和纤维，少吃精致碳水化合物。具体怎么做？比如用全麦面包代替白面包，用水果代替果汁，增加蔬菜的比例。那早餐和运动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早上要运动，最好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吃什么比较好？可以吃个香蕉或喝点蜂蜜水，提供快速能量。运动后再吃正式的早餐。运动后的早餐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要及时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，帮助肌肉恢复。我觉得今天学到了很多关于早餐的知识。其实早餐的学问还挺大的，关键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。对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认真对待我的早餐了。很好，记住，健康的早餐不需要很复杂，简单的搭配就能提供充足的营养。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好的，希望大家都能重视早餐，从一顿好早餐开始美好的一天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不妨分享给你的朋友们。是的，让更多人了解早餐的重要性。